我一觉醒来，穿越到《甄嬛传》规则怪谈世界。这里等级森严，有着12条规则，但其中却藏着一条假话。请安时，华妃赐我血液与肉虫，我借规则3求助甄嬛成功化解。皇后赐给我重要道具纯元故衣，碎玉轩里崔槿汐已变成怪物，但她却比任何人都清醒，告诉我这是个人变怪物，怪物伪装人的颠倒世界。而我竟触发了主线任务，存活3日，恢复世界秩序。此刻我攥紧纯元故衣，不知道接下来究竟是福是祸。夜色渐浓，终是到了我侍寝的时刻。我眼见几个太监抬着一顶小轿向我走来，这群公公们类似苏培盛，脸上像涂了一层白粉，脸颊上又有2坨红晕，身体质感像纸人。我沉思着坐上小轿，一路上我都在想待会儿应付皇帝的办法。待小轿落地，抬眸一看，便是养心殿3个大字。我被纸人太监引领着进入了殿内，坐在榻上等着皇帝。如果一会儿皇帝觉得我不像纯元，恼羞成怒要杀我怎么办？我想到那件纯元故衣，穿上它就可以安抚暴怒的皇帝吗？可是在电视剧最终甄嬛可就是因为误穿了纯元故衣，故意惹得皇帝大怒，这也是甄嬛失宠的开端。规则中又说有一条规则是假的，若就是这条，我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？皇上驾到！苏培盛尖利的嗓音骤然传入我耳中，我连忙回神，只见皇帝一身龙袍走了进来，看起来除了僵硬，好像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。我连忙给皇帝行礼。袁贵人何时同朕这么生疏了？皇帝阴恻恻的声音响起，我脑子飞快转动，想着该怎么回答。许久不见皇上，臣妾甚是思念，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啊。袁贵人竟是这般思念朕吗？皇帝挑起我的下巴，仔细打量着我，我的心跳如擂鼓，手心在冒冷汗。下一刻，皇帝突然变得面目狰狞，皮肤上有黑色纹路，若隐若现，一双眼睛全然变成了黑洞洞的。袁贵人向来对朕不假辞色，何时变得这么温柔小意了？还是说你不是袁贵人？我心下大骇，这就暴露了吗？想不到我的人设居然是给皇帝臭脸，难道我拿了拽飞剧本该怎么办？皇帝看起来随时会暴走。我一咬牙，认命般的穿上纯元故衣，然后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眼神看着皇帝。四郎在怪罪婉婉吗？皇帝猛然怔住，皮肤上的黑色纹路瞬间消失不见，黑洞洞的眼睛也有了神采。仔细观察，他眼中竟似有泪珠滚动。婉婉，是你吗？是你回来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这是赌对了。纯元皇后最大的特质应该是什么？或者说在皇帝看来应该是什么？不是冠绝后宫的容貌，也不是温柔似水的性格，更不是多才多艺的能力，而是一颗对皇帝的真心。我试着做出深爱皇帝的样子，又以纯元小字自称，果然皇帝立马就沉迷其中了。一夜相安无事，第二天皇帝表示对我很满意，将我封为元嫔，这就苦了我。第二日的请安，齐嫔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明明昨日我还只是个小贵人，今日就到了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品位。元嫔娘娘真是好手段，够得皇上这么快就将你封了嫔。齐嫔越想越气，后来皮囊竟然也鼓动起来，里面的东西即将破皮而出。我扶额，这品味也不是我想要的呀。想到规则所说，齐嫔愚蠢却实在美丽，配上她，夸赞她的美貌便是。于是我开始口若悬河，齐嫔娘娘哪里话，娘娘天姿国色，嫔妾一见了娘娘便觉得自惭形秽，和娘娘的绝世容光相比，嫔妾便犹如一颗不敢与皓月争辉的星子。齐嫔怔住，随后露出欣喜的神色，却又不屑地打量我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，也不知道皇上喜欢你什么计。齐嫔娘娘若是好奇，我便将皇上的喜好都告知娘娘便是。我正经地说，别看皇上平日里不说，可他最喜欢热情如火的女子，尤其喜欢女子穿金戴银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色彩明艳才好。齐嫔眼睛亮晶晶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齐嫔很是满意，觉得请安真是漫长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公梳妆打扮了。
真好，就喜欢和这种不着脑子的打交道。我不再理会齐平，乖顺地坐在景仁宫的角落里。不知为何，甄嬛今日竟然没来。坐在上首的皇后扫了一眼在场嫔妃，见人都来得差不多了，开口说道：明日是太后寿辰，届时众位姐妹便随本宫去陪太后娘娘礼佛。我直觉这又是一个大坑。规则里说太后信佛，千万不能在她面前做出亵渎神佛的事，我只能尽量避免，至少要先平安度过3日生存期。至于恢复世界秩序，我目前还没什么头绪。正在我沉思时，却见简秋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。皇后娘娘碎玉轩传来喜报，说是婉贵人有喜了。啪叽一声，我听到瓷器碎裂的声音在殿中响起，我暗道不妙，身体比大脑反应还快，立马起身远离皇后。果不其然，皇后那双眼睛瞬间变得猩红一片，身躯急剧膨胀，表情狰狞可怖。怀孕？本宫最讨厌妃嫔有孕。下一刻，皇后的人皮瞬间崩裂，露出了本体来。该怎样形容呢？那是个硕大的怪物，但不像崔槿汐那么笨重，反而四肢纤细，身体灵活，舌头伸出来很长，有着锋利的獠牙，四肢就像冬天的枯枝般张牙舞爪。皇后嘶哑地叫唤着，竟然把离她最近的宫女拦腰撕成了2半。又是一挥臂，景仁宫的建筑便被破坏了一大半。他见到皇后的变化，嫌恶地皱了皱眉，不过却也没打算跟皇后硬碰硬，而是张开猩红的大嘴，将皇后变化出来的枯枝咬断，杀出了景仁宫。一时间，景仁宫内血肉横飞。玲珑，快跑！来不及想那么多，我拉过安陵容，拔腿就跑。姐姐，这种时候你竟然还想着玲珑？安陵容的声音软软的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我一头黑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想这些？安陵容恋爱脑实锤啊！不，姐妹脑！皇后尖叫一声，地面上蔓延出来无数枯枝，那枯枝蔓延的速度很快，几乎要到了我脚下。然而安陵容目光冰冷，周身散发出一股冷气，这冷气竟然逼得枯枝无法行进。谁都不能伤害姐姐。姐妹，从今以后你是我姐，我唯一的姐。此刻我无比庆幸自己平时很在乎安陵容的情绪，关键时刻她竟然会保护我，这在这个诡异的怪谈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姐姐，你先回延禧宫，这里交给我便好。那你多加小心。我并没有客气，毕竟我硬留下来也只会添乱。有安陵容的阻拦，枯枝可算没有追上我，但景仁宫已经几乎被枯枝包围了，甚至大门都被堵得死死的。像华妃那种恐怖的怪物早就离开了，剩下的只有没来得及离开的几个嫔妃。我看着这些枯枝犯了难，如何出去？我观察起四周，发现还有几个妃子也被困在了里面。我眼前一亮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，沈眉庄，甄嬛的好姐妹。我心思一动，有了成算。惠贵人。沈眉庄转身看着我，我不等她反应说道：我心知惠贵人与婉贵人乃是极为要好的姐妹，如今管婉贵人有了身孕，皇后光是知道这件事就已经大怒，必然不会放过婉贵人。沈眉庄目光一凛，端庄秀美的脸蛋出现一丝裂痕。是啊，她一定会伤害环儿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伤害环儿。下一秒，沈眉庄的脖子转动了一个很夸张的弧度，双手的皮肤迅速枯萎苍老，又长出了细长尖利的指甲。很快，她整个人都变得苍老可怖。我赌对了，规则中说沈眉庄是好人，但如果甄嬛或温实初受伤，则会发生可怕的变化。沈眉庄尖叫着冲向枯枝，锋利的指甲几下就将枯枝扯断，不一会儿就出现一个大窟窿。我连忙跑出去，快跑，再快点，我得去碎玉轩找甄嬛。甄嬛怀孕，我直觉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，一定会带来什么变化。而且甄嬛是唯一一个清醒着的人，没有变成怪物形态。元嫔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阴恻恻的声音，我停下脚步，是齐妃坏了。我怎么忘了她一直都是皇后的爪牙，也是皇后唯一一个容许生下皇子的嫔妃。齐妃娘娘，您快让开！齐妃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，哼了一声。皇后娘娘不开心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没办法，硬碰硬，我必然不是齐妃的对手，谁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怪物。于是我换了个方向跑。齐妃见我不但不听话，甚至还敢跑，怒气冲冲地喊着旁边的宫女道：翠果儿，打烂她的嘴！
我一个踉跄，差点被这句经典台词雷德打个滚。翠果生得很是高大，怒气冲冲地向我抓来。为什么齐飞身边的人都那么高？皇宫巨人3个也就罢了，连翠果都这么高。我看了一眼安陵容的方向，已然是无法分心帮我。至于沈眉庄，在景仁宫破了个洞之后，就急匆匆地冲出去找甄嬛了，更不会顾及我的死活。我一个不留神便被翠果抓到了，随后狠狠地被他打了一巴掌，好疼！这一巴掌给我打得瘫倒在地，我只觉得头晕目眩，感觉自己仿佛见到了死去的太爷，嘴角甚至还流下了鲜血。怎么办？再想不出办法，我会被打死的。我躺在地上，余光看到一个人影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连忙爬起来，跑到那人身边。新贵人，本宫命令你把衣服脱了。此人正是还未来得及离开的新贵人。我想到粉色衣服可以安抚齐妃，又恰好看到了一身粉衣的新贵人，便有了主意。按理说，规则一声明，低位嫔妃不可违抗高位嫔妃的命令，那么我如今是嫔位比新贵人位分高，自然也是可以利用这条规则的，只能委屈你一下了。辛巴基说什么？元嫔娘娘怎么如此羞辱嫔妾？新贵人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恶狠狠地瞪着他说道：怎么，新贵人是想违背本宫的命令了？你脱不脱？我敢保证，此刻的我一定像个强抢民女的流氓，我脱还不成吗？新贵人委屈巴巴地脱下外衣，随后被我一把抢过去。我跑到齐妃身边，将新贵人的粉色衣服递给她。娘娘请看，这粉色娇嫩，最衬娘娘的花容月貌了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。果然，齐妃的眼睛瞬间亮了，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衣服。你说的没错，皇上最喜欢本宫穿粉色了。齐妃顾不上我了，我趁着机会连忙往碎玉轩跑。咚咚咚，我敲响碎玉轩的大门，没过一会儿门就开了。然而映入眼帘的是盛装打扮的甄嬛，满头珠翠，锦绣华服，容颜绝色，只有脸色过于苍白和嘴唇过于猩红，这两点显得略有违和。不只是甄嬛，我甚至还看到了满屋子的宫女太监流珠、浣碧、小允子，除了崔槿汐，所有人都在。妹妹今日怎么有空来碎玉轩？甄嬛突然热情地拉住我的手，甚至冲我温柔地笑了笑，这让我头皮发麻。不知为何，比起那个淡漠的甄嬛，眼前这个甄嬛让我心头一震，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嫔妾听闻婉姐姐有了身孕，故而前来看看婉姐姐。甄嬛捂着嘴笑了，缓慢说道：以后别叫我婉姐姐了，皇上惦念我怀有龙胎，特意给我改姓做钮祜禄甄嬛，还抬了我的位分，本宫现在是熹贵妃。规则14，钮祜禄甄嬛是熹贵妃，不是甄嬛。此刻规则3将会失效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心头掀起巨浪。眼前的熹贵妃容颜姣好，气派非常，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。她已经不再是可以无条件信任的甄嬛了，而是一个和别人并无两样的怪物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连她也被同化了吗？那崔槿汐呢？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干净利落的扭头就跑。然而我直直地撞上了一个僵硬冰冷的身躯，是浣碧。她面无表情，一双眼睛没有丝毫神采。熹贵妃遗憾地叹了口气，长长的护甲扶住额头。妹妹这是做什么？难不成是不想见到姐姐吗？我的身体猛然紧绷，做出了警戒状态。眼前的甄嬛无比危险，我感觉自己像被恶魔凝视着般不寒而栗。这种感觉就连当初面对皇帝都没有过，因为别人至少还有应对规则，可成了熹贵妃的甄嬛，我毫无办法。我不欲与她多费口舌。眼见碎玉轩的宫门被下人们堵死了，我便想到了另一个去处，崔槿汐的屋子。因为现在我并没有看到崔槿汐，我宁愿相信她仍然清醒着。见到我逃跑的方向，甄嬛沉下脸，随着一条巨大无比的紫黑色触手向我伸出来。我瞳孔一缩，因为闪避不及时被打在了身上，顿时我感到全身剧痛。我痛苦地眯着眼睛，看着甄嬛阴森森地向我走来。此刻只恨自己太过无能，对上这群怪物只能任人宰割。妹妹实在是太不识抬举了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想去找谁？槿汐姑姑呢？我冷冷地看着她。听到这话，甄嬛嗤笑一声，猩红的唇一张一合，似在嘲笑我的愚蠢。你说的是那个蠢货呀！甄嬛的触手抽动，挥向碎玉轩的某个房门，霎时门便轰然碎裂。我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崔槿汐。和上次见面时相比，崔槿汐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小了一大半，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肥腻了，隐隐可见人形。槿汐姑姑，
你没事吧？崔锦熙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是我，费力地扯了扯嘴角。能看到你，真是太好了。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一定要记住。我家小主已经被这个世界同化了。我本来也凶多吉少，可我一想到您的存在，便觉得希望尚在。能见到您实在是太好了。你一定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，想一想您到底是谁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还有，一定不要被规则所掌控，而是要去驾驭规则，让其为己所用。总有人会站在您身后，您并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请务必要恢复世界秩序。崔锦熙猛然间爆发出一股强横的能量，连甄嬛都不得不避其锋芒。说完这些，崔锦熙便用最后的能量将我送出了碎玉轩。我见到的最后一幕是暴怒的甄嬛用触手穿过了锦熙的身体，而锦熙化作了漫天的血肉碎块，消失不见了。我怔怔地抱着腿缩在墙角。2天来，我遭遇了太多事，随便哪一样都能把人逼疯。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只能继续坚持，因为我想活着，想回家。但看到崔锦熙为了保护我，为了恢复世界秩序而牺牲，我仍然感到了剧烈的冲击。突然，我的头上出现一个阴影，我下意识身体一绷，下一秒却被紧紧抱住。熟悉的冷意传来，还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。是安陵容回来了，我欣喜地打量着她，却发现她的脸色好像更加苍白了。我心头一紧，陵容，你受伤了吗？安陵容摇了摇头，陵容无事，姐姐不必担心我。皇后那边怎么样了？皇后发疯实在是过于厉害，我拦得很吃力，最后还是惊动了皇上、太后，二人一起去了景仁宫，才控制住局面。现在皇后已经平静下来了。是啊，皇后是必然要平静下来的，因为明天的太后寿辰才是重头戏。我目光冰冷，还有最后一天，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寿康宫寿宴上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太后。苍老的脸上布满了褶子，但又涂了一层厚厚的粉，身上穿着华服，整个人都透露着一股死气沉沉的黑。陪在太后一左一右的是皇帝和皇后，二人皆穿着华贵的吉服。我偷偷打量了一眼皇后，发现她看起来很正常，完全看不出昨日的发疯。而皇帝这眼睛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妃嫔的座位是按照位分排的，下手的第一个就是已经成了熹贵妃的甄嬛。看到我在看她，甄嬛露出一个阴狠的笑容。第二个则自然是华妃。华妃今日面沉如水，恶狠狠地瞪着熹贵妃。我能理解，她定然又是在嫉妒甄嬛得宠，位分还高过了她。说来也好笑，在这群怪物中，也就只有她是兢兢业业地在宫斗，在争夺皇帝的宠爱，害人也完全是出于嫉妒。第三个是端妃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。端妃生的是一副若有扶风的样子，病恹恹地坐着，似乎毫无攻击性，但我却不会小看了她，毕竟这可是在我陷入绝境时可以求助的对象，虽然她不一定会帮我。端妃的视线遥遥地从坐席那头看过来，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我的脸。我别过头去，不再探究，然后正好看到了旁边的。我嘴角一抽，只见齐嫔今天穿的花花绿绿的，头上别着一朵大红花，身上又是翠绿色衣裳，满头珠翠，华光闪烁。这副派头，哪怕是华妃都比不过。很好，很听话，就是有些辣眼睛。齐嫔用胳膊肘捅了捅我。元嫔，你说本宫今天的打扮好看吗？皇上见了会不会喜欢？我很认真地点头，这是自然。别说皇上了，连同为女人的嫔妾都不敢直视齐嫔娘娘的风姿。齐嫔骄傲地哼了哼。我时刻注意着宴会动向，然而整个流程下来，竟然都没出什么幺蛾子，正常到有些反常。接下来到了礼佛环节，太后起身和皇帝并肩行走，皇后稍稍落后一步，众嫔妃跟在身后。到了佛堂，我抬眸看向那尊巨大的佛陀，他面向悲天悯人，心怀众生。可若真的有佛，这个世界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佛祖，您会睁眼看看世间生灵吗？耳边传来众人诵经念佛的声音，将我的思绪打断。下一刻，我看到太后取出一尊从未见过的佛，这佛大概1/3个人高，通体黢黑，面部表情狰狞无比，
甚至还生了满口獠牙。佛的眼睛是黑洞洞的，看到他，我就猛然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。这是什么佛？佛不都是如同大殿上的佛祖那般悲天悯人吗？可这尊黑色佛像怎么看起来那么像个邪灵呢？我甚至能感受到从他身上传来的浓浓恶意。太后让每一个妃子都去拜那尊佛，我眼见皇后神色虔诚地拜了拜，然后露出一种极为痴迷的神色。接下来的甄嬛也是如此。终于轮到了我犹疑不定地看着这黑黢黢的诡异佛像。太后见我竟然不立刻叩拜，沉下了脸。袁贵人为何不拜？可是不敬。瞬间，太后那张如同老树般的皮便要撕裂开，我连忙出声打断。嫔妾方才被佛祖圣光所震慑，一时没能回神，嫔妾这就拜。我心一横，冲那佛像拜了下去。恍惚中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响起：你想要至高无上的地位吗？人人都要看你脸色而活，你可以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。我喃喃道：不，人生来平等，我并不想要凌驾于众人之上。那声音又说：那你想要绝世容颜吗？天底下的男人都会为你倾倒。不，我不要，过分的美貌只会带来麻烦和灾祸。那你想要家产万贯，富可敌国吗？不必，我只求衣食无忧便好。那个声音沉默片刻，随后又如同恶魔低语般道：那你想要家人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美满，人间秩序井然吗？我怔住了，我想要多么美好的愿景啊！我即将开口说出想要，却突然神色清明，转口成了：不，我想要的东西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和你这个带来灾祸的恶魔无关。人间的秩序本就是被你破坏的。话音落地，佛像出现条条裂纹，顷刻间碎落在地。你做了什么？太后尖叫一声，凶狠地盯着我，那双眼睛像是要吃人。我不卑不亢地回道：什么宝贝？分明是邪灵，就是他一直在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，将人们变成了怪物。我指着在场嫔妃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受害者？我今日算是明白了，一切的起源都是这邪灵。宿主察觉世界真相，碎片2，请再接再厉，探索全部真相。是的，我已经明白了世界发生异变的原因。这邪灵在鼓动人心，激发人类内心深处的欲望，然后将人变成不人不鬼的怪物。没有被鼓动的，就被他种下诅咒，变成崔槿汐那样的怪物。太后阴恻恻地看着我，随后再也不伪装，皮囊撕裂开，露出一个血淋淋的怪物。这怪物就像是把人皮融化了贴在身上，甚至还有血珠不断从身上滴落。随后怪物的身体开始膨胀，变得越来越大，比当初的崔槿汐大了不知多少倍。妃嫔们此刻早已吓得落荒而逃，也顾不上伪装，纷纷变成了怪物形态，逃离寿康宫。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我毫无办法。姐姐不必惊慌，玲珑永远在。安陵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迎向太后。不，等一下，玲珑。我想要抓住安陵容，却被她躲开了。下一刻，只见安陵容的皮囊也开始破裂，露出本来的模样。那是一个通体晶莹的生灵，皮肤呈透明的天蓝色，又泛着淡淡的光彩，身形并不奇怪，是女人的姣好曲线。她一现身，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不少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安陵容的真正模样，很美，和其他的怪物都不一样。比起怪物这个词，它更像一个精灵。安陵容看了我最后一眼，我在她眼中看出了浓浓的不舍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随后她飞身迎上太后。我知道安陵容绝不可能是太后的对手，她这是在用命换我的一条生路。她并不在乎什么世界秩序，她也不关心自己是人还是怪物，她只在乎我。她这样做仅仅只是为了我。我鼻头一酸，可我不能回头，我必须毫不犹豫地走，不然只会白白辜负了安陵容的牺牲。我跑出去了很远，但仍然可以窥见寿康宫的战局。在漫天的血肉中，安陵容融化作点点晶莹，消失不见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，我的脑子仿佛一团乱麻。我跑回延禧宫，可就算我能躲一时，也躲不了一世。太后早晚会追来的，那时没了玲珑保护我，
我必死无疑，而且我也不能再耽搁时间了，我还没探索完全世界的真相。我想到崔锦熙的话，你一定要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，想一想您到底是谁。我是谁？我只是一个误入怪谈世界的普通人。至于驾驭规则，我闭上眼睛回忆起那几条规则来。见到水井要跑，低位嫔妃不能违抗高位嫔妃，每日都要向皇后请安，可以无条件相信甄嬛。齐嫔愚蠢却实在美丽，一条又一条规则已经被我验证过了，那有一条是假的。规则是什么？下一秒，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中出现。我心一横，跑出了延禧宫，而目的地是翊坤宫。华妃显然没有猜到我会来，那副平日里惊悚恐怖的脸竟也出现了一丝意外。本宫不去找你，你竟然主动送上来。我不卑不亢地说道，嫔妾来此只是想告诉娘娘一件事。华妃嗤笑一声，好，但如果原嫔说的是不能让本宫满意，那可就别怪本宫不客气。我看向殿内的香炉，显然华妃刚从寿康宫回来，还没燃香。娘娘可知这欢宜香的真正用处？华妃傲然道，这可是皇上爱重本宫，特意赏给本宫的奇香，和宫上下只有翊坤宫才有。娘娘错了，其实娘娘多年不孕的原因正是这欢宜香。皇上在欢宜香中加了麝香，因为年家势力大，皇上不能放心娘娘有孕。殿里一阵死寂，随后响起华妃的暴怒声，你这在胡说什么？皇上怎么可能如此对本宫？华妃张开猩红的大嘴，舌头甩出来卷住我，就想将我直接吞吃入腹。我立刻点燃了欢宜香，华妃的异变也瞬间停止。看来欢宜香的确能够安抚躁动的华妃。我连忙趁热打铁说道，娘娘若是不信，自然可以叫太医来看，只不过宫中的太医早就被皇上勒令不准透露半个字，想来娘娘也是问不出什么的，倒不如通知年大将军，叫他从宫外偷偷的给娘娘送进来。还有当年娘娘那碗落胎药，也并非是端妃送的，她是受了皇上的指示，杀死娘娘腹中胎儿的，不然端妃怎么可能敢明目张胆的给娘娘下药？而且娘娘是知道的，端妃性格谨慎，就算是想害娘娘滑胎，也不会用这么明显的手段。我一番输出，华妃的表情从暴怒到绝望，到最后止于心碎。我知道她是信了大半。皇上，你害的是郎好苦啊！此刻的华妃没了平日里可怖的模样，更像是个被心上人辜负的可怜女子。我凑近拍了拍她的背，娘娘，一切的罪孽不在您，这一切都是皇上造成的，还有皇后和太后，他们也是推波助澜的凶手。娘娘，您难道就不想为那个孩子报仇吗？报仇？本宫是要报仇。本宫的孩儿甚至没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，他们怎敢如此害本宫？我附和着华妃又道，娘娘，您先是年世兰，然后才是华妃。嫔妾听闻娘娘早年时巾帼不让须眉，更应该为自己而活才是，如今何苦为一个负心汉伤心呢？华妃怔怔地听着，她看向我，眼中不再是恶毒，而是一种奇异的神采。我松了一大口气，看来我赌对了。规则说华妃是绝对的坏人，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坏人，像甄嬛，她也会因为被同化变成坏人，而华妃自然也没必要永远做恶事。当有人真的威胁到她的利益，她会优先解决最直观的麻烦。再加上我试验过了别的规则，只有这条是模棱两可的，我便更加坚信这条规则的不同寻常。我看着华妃的人皮被撑开，露出了本体的可怖怪物。那怪物有着一张可以吞噬一切的猩红大嘴，径直冲向了寿康宫。华妃对上太后，鹿死谁手还真有待得知。毕竟华妃的恐怖是从最开始就一直强调的，佛子对华妃深入骨髓的恐惧也能证明。而我接下来将要去实行那最后一条规则。规则11，在遇到绝境的时候可以向端妃求助，她有50%的概率帮你。延庆殿，元嫔怎么有空来本宫这儿？端妃捂着嘴，神色恹恹。
端妃娘娘，请您直接告诉我，您是清醒着的吗？端妃沉默不语，反正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能不能帮我，就是您一句话的事。端妃目光悠悠地看着我，她不似怪物一般僵硬，虽然容色憔悴，但看起来至少像个人类。本宫倒是想要反问元平一句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就是这个问题，崔槿汐也让我时刻谨记自己是谁，可我还能是谁呢？他们竟然都这样问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回忆着自己步入这个怪谈世界以来发生的事，猛然间，所有事情连成一条线。我瞪大眼睛看着端妃，端妃的呼吸急促了那么一分，竟然也很是期待我的回答。我是纯元皇后。是了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我的封号是元字，这根本不是一般嫔妃能得到的，而皇帝又那么看重我，甚至超过了女主角甄嬛。别的妃子如果穿了纯元故衣，都会使皇帝暴怒，只有我穿了可以安抚他，甚至只要我用纯元的口吻同皇帝讲话，皇帝便会沉迷其中。我能得到纯元故衣这件物品也并非巧合，正是因为我的设定，皇后才会给我。还有崔槿汐对我的态度，种种奇怪的事都能说明我就是纯元。在得知了自己的身份后，被遗忘的记忆也如同潮水般涌来，世界陷入诡异，几乎所有人都被内心的欲望支配，变成了怪物。只有我坚定本心，不肯堕落。我不愧是后宫的白月光，心智坚定，竟然连欲望的化身都无法同化我。其他怪物想要伤害我，也必须遵守规则。于是欲望化身只能抹去我的记忆，又将我的精神放到现代世界。实际上，我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久的轮回了，而我最终的结局不是没能恢复记忆，就是因为违背规则，死于怪物手下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端妃面前问出这个问题。端妃听到我的回答，激动地起身冲向我。娘娘，您终于记起来了，臣妾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啊。宿主，世界真相探索完毕，请即刻恢复世界秩序。我温柔地拍了拍端妃的手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的，只要娘娘能涅槃重生，臣妾便心满意足了。娘娘，您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。我一定会尽己所能恢复世界秩序。阅兵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端妃抹了抹眼泪，坚定道：娘娘，那尊邪灵的本体就在养心殿放着，毁了它，一切都将恢复。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我飞身奔向养心殿。不论我是谁，是现代的普通人，还是纯元皇后，我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被欲望所掌控。养心殿，皇帝坐在上首的龙椅之上，淡淡地打量着我。此刻黑色纹路几乎布满了他全身。我是婉婉。皇帝猛然间站起身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片刻后，他露出不可置信的惊喜，冲到我面前。你是婉婉，你都想起来了，太好了。婉婉，你可知你失去记忆这段时间对朕无比冷漠，让朕不禁怀疑你到底还是不是你。这下你都想起来了便好，从此我们可以再也不分离。可是四郎，婉婉从来都没有变过，一直都如同初见时的模样，变的是四郎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四郎已经不再是那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，而是变得越来越贪婪，甚至最后变成了可怖的怪物。我轮回了无数次，你其实知道我一直都是我，只是你不喜欢我太过清醒的样子，所以你装作怀疑我，无非是你不肯直视自己肮脏的内心罢了。皇帝的笑僵在脸上，这一刻，他的眼睛再次变得黑洞洞，身上的纹路也爬满了全身。婉婉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收回那些话，朕可以当作没听到。我摇了摇头，你看四郎，你永远是这般刚愎自用，容不得他人的一点质疑，你对我的爱也不过如此。皇帝暴怒，人皮骤然破裂，露出一个黑红交织的巨大怪物。你要面对的不是我。我冷冷地吐出这句话，下一秒，养心殿的一点天然破裂，华妃瞬间出现在殿内。不愧是华妃，
哪怕是对上太后，也是他赢了，只是他的气息有些衰弱，看来也受了不浅的伤。世兰，你这是何意？皇上，世兰只想知道欢宜香中的麝香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。你都知道了？华妃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。为什么我年家，我年世兰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你何至于如此害我？华妃扑向了皇帝，我看着厮打在一起的二人，向那张龙椅走去。这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物件，上面正摆放着一个小巧的黑色佛像。我将它拿在手中，该怎么称呼你？欲望，这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了。只要毁了它，一切都将结束。欲望被我拿在手里，愤怒地冲我喊道：纯元，你竟然还能回来！我洗去了你的记忆，让你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绝望，可你为什么就是不会被同化？这不可能，只要是人都会有欲望，你怎么可能没有欲望呢？皇帝身处权力的巅峰，就会奢求长生。皇后多年无子，想要个嫡子傍身。华妃虽然盛宠，却觊觎后位许久，没有人可以无欲无求。是啊，只要是人就会有欲望，我也不例外。可是人与野兽最大的不同就是，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不会让欲望毫无节制的疯狂滋生。如今我记忆恢复，输赢已成定局。话毕，我不想再听欲望狡辩什么，狠狠地将他摔在地上。而就在他碎裂那一瞬间，宿主成功恢复世界秩序，可选择结局1，留在《甄嬛传》世界中；结局2，回到现代世界生活。我选